2012年，香港媒体发现一向大大咧咧的朱茵出门特别小心，身旁的男友黄贯中非常周到地保护着。为了躲避媒体的跟踪拍摄，黄贯中可谓煞费苦心。有一次外出，朱茵被贴心的先护送回家，然后黄贯中拿根棒球棍在门外等着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架势。但过了几天，还是有媒体拍到朱茵的大肚子照片。更劲爆的是，配文上写着反对婚前性行为的朱茵被打脸，原来早已怀孕。面对媒体的嘲讽，朱茵只得承认两个人拍拖10几年，早已认定彼此是一辈子的人。之所以没有公开，是不想又因为感情的事被拿来炒作。对朱茵来说，在感情上吃的亏太深太痛了。跟星爷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结束后，朱茵又接连遭遇了好几个花花公子的背叛。撕心裂肺之后，朱茵不得已借助宗教，提出了反对婚前性行为。他跟黄贯中拍拖以后，有人说两人5年没有性生活，黄贯中一直忍着，甚至黄贯中的家人还嘲笑他是最后一个处男。或许在很多人心中，朱茵和周星驰的意难平就像一杯浓茶，随时间而愈加醇厚苦涩，偶尔想起来还是浓郁的化不开。而对朱茵来说，如果没有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恨纠葛，她与黄贯中的缘分应该也不会开始。1991年，朱茵20岁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俏丽的瓜子脸，笑起来就像一朵花。不论怎样看，这样的朱茵都是周星驰喜欢的类型。在《逃学威龙2》里面，两人第一次搭戏，演情侣看起来超有感觉，不仅很默契，而且彼此的眼里慢慢泛出爱意。拍吻戏更是自然又甜蜜，有时会互相笑场，两人也乐得多拍几次。彼时周星驰有正牌女友罗慧娟，这个初恋他爱得痴迷，为了买礼物就可以跑遍半个城市。那时周星驰主持儿童节目，对孩子没耐心，却对女友超级宠爱。两人感情谈了3年多，但这种爱渐渐转移到了朱茵这里。可对朱茵这份爱淡然了太多。拍戏《逃学威龙2》，两人一起骑车上下班，朱茵坐在他自行车后面，轻搂着周星驰在阳光下飞驰。照片曝光后，周星驰打死也不承认后面是朱茵，但朱茵却爱得不管不顾。有人说周星驰耍大牌，脾气不好，只有朱茵公开站出来力挺周星驰。其实很多导演的态度也差，徐克也骂得演员哭。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工作认真，这种精神值得学习。其实他自己更辛苦，很容易神经衰弱。这样的坦诚和爱男友心切，可周星驰并不领情，他还是只想保持地下恋情。后来拍摄《大话西游》，这是两人少有的能公开在一起的机会。紫霞仙子对至尊宝说，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，你说我怕不怕啊？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和他说啊？至尊宝回答，可是我有老婆了，我知道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啊。一个单纯而冲动，只为爱而活，另一个有其他爱人，以及他甩不掉的贪财好色的本质。你要的爱他给不了，他的爱根本跟你的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注定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朱茵的炙热，周星驰担不起，或许是也不愿意扛。有时至尊宝就对紫霞仙子说，我要说一个谎话，这个谎话就是他明明爱得很深，却逼迫自己从不承认。对记者的追问刻薄又凶狠，我也有不说话的权利，你们不要每次都问这么无聊的事。每当这时，一旁的朱茵只能黯然垂下眼睛，然后很勉强地笑一下。没有谁知道她到底有多痛。导演刘镇伟曾说，她就是紫霞仙子，在戏里面不用教她太多，因为她演的就是自己，她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一个追求爱情的女孩子，为了爱情可以甘心死掉。所以不论至尊宝怎么欺骗，紫霞还是愿意。为什么要接受如此不平等的爱？因为太爱，因为无法自拔。1994年，朱茵跟 TVB 的合约到期，来找她签约的公司很多，她一个都不要。为了守住男友，她专门跑到周星驰新成立的彩星电影公司，天天跟着。大约是近水楼台，导演问朱茵要演哪个角色，她看完剧本决定演紫霞仙子。那个为情追随、天真烂漫又不谙世事的女孩，不就是自己？哪怕这份地下恋情爱得很辛苦，尤其是对方的玩世不恭，愈发衬得自己像个傻子。就算傻，他还是不放弃。拍戏中，两人一起上下班，一起收工，既甜蜜又笃定，所以导演刘镇伟认为两人会一直走下去。周星驰有一次还问他怎么办，我有点想结婚了。刘镇伟哈哈大笑，你是只爱你自己的人，结婚想好了没？过了一段时间，周星驰又找过来，我觉得我很容易就爱上了其他人。就像至尊宝拒绝不了白晶晶，一边虚伪应付，一边又暗暗地寻找紫霞仙子。等到后来，他早已搞不清对谁是真，对谁是假。很多年后，周星驰在采访里谈到，《大话西游》最难忘的是朱茵。
如果以后有机会，还要再给阿英定制一个角色。可是对于朱茵来说，在被一次次狠狠伤过之后，她什么也不需要。就如至尊宝偷偷转身，两人早已是不同世界的人。他不知道这份爱对他的伤害有多深，他只是默默舔舐着伤口。此后3年，朱茵一直小心翼翼，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拍戏，跟张智霖一块合作了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因为知道87版很经典，朱茵压力很大，但她什么话也没说，独自用心揣摩，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，最后让观众看到一个俏皮活泼又带着明媚的黄蓉，笑起来真而纯，生气发怒时那份狠劲也并不凌厉。这其实就是朱茵本来的样子，像水一样充满韧性、柔软包容，所有的凶狠只对内。后来她被王晶导演骗去拍了一部片，最初的名字本来是叫《午夜屠夫》，宣称要打造一个爆款。朱茵最露的着装是穿泳装，但最后片子出来，人人都觉得这是3级片，因为名叫《强奸2制服诱惑》。那些火辣的画面并不是朱茵的，但在旁人眼里，清纯的朱茵突然间变成了玉女。媒体疯狂宣称现在的朱茵堕落了。其实朱茵一直很清醒，拍片子是做人易事，她想积极寻求转型，甩掉紫霞仙子，创造出更多荧幕形象。1997年饰演千面冷艳的黑女侠，1999年跟琼瑶合作演《苍天有泪》里一个泼辣大胆的二小姐，同年还饰演了一个叛逆少女。一步步，朱茵从不懈怠，她很踏实缓慢地走着。她选角色有自己的判断标准，人物一定要个性十足，要有趣有挑战性。在《开心赌局》里，她一人演2个角色，除此以外还跟吴镇宇合作演一个得精神病的女人，跟刘嘉玲一起出演《求爱上上签》，饰演一个性格放荡、思想极其开放的女作家。虽然如此努力，但观众还是只记得她是紫霞仙子。紫霞仙子一度成了朱茵的紧箍咒，她又爱又恨，恨世人的偏见和固执，恨自己为什么无法创造出更好的角色。正是带着这种痛，朱茵此后拍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性格极其复杂的，她真的一直在努力，在用功改变。2016年复出拍《2次初恋》，一个在理想和生活中艰难挣扎的女人，面对老公的厌烦、家庭的琐事、越来越寡淡的职业，每一种都照见着女人的无助和困惑。为了拍出最好的效果，最难的舞蹈朱茵也坚持由自己跳。每一幕戏拍完，就算导演觉得好，自己认为不行的话，她还要坚持再来一遍。人到中年，朱茵看似好像解开了曾经的困惑，但实际上那份不甘心一直在心底。只可惜2次初恋上映后风评不好，豆瓣得分不到5分。这时的朱茵已经45岁，生活全部的重心都在女儿那里。演戏上经过这一次的奋力，她不再纠结，彻底放开了。既然永远打不破，那就接纳好了。所以在《王牌对王牌》的节目上，朱茵再次扮成紫霞仙子，牵着一头毛驴走上舞台，跟之前的刻意逃避和想要抓紧不同，现在的朱茵内心坦然而丰足。因为时间带走了所有应该失去的，留下的都是礼物。鲁豫2017年采访朱茵，被她约在了香港迪士尼，像个孩子似的，朱茵玩过山车，大声喊叫，在鬼屋非常兴奋雀跃。鲁豫很惊讶，这是46岁朱茵的样子，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笑起来依旧神采飞扬。朱茵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女人，她的单纯直白看起来好像从未受过伤。谈到女儿和老公很爽直，又充满柔情，谈到爱情则一贯的沉静淡然。她说其实自己挺狠的，每一次分手后就把自己的手机号换掉，为了不让对方找到，也为了打消自己的犹豫，这本质上还是对自己狠。因为害怕受伤，因为不敢再次承担那些撕心裂肺的痛，朱茵学会了从自己这里找原因。就像她一直记得上幼儿园的一件事，老师有天准备了彩色玻璃纸，剪成各种好看的形状当墨镜，谁快一点就能拿到最好看的颜色。朱茵非常迅速地跑到第一个，却被后面的同学推着移动了老师的桌子。朱茵，你不乖，这个红色的纸不能给你。她蓦然间明白了，原来做得最好也不是就能得到奖励的，挫折从那时就来了。而后的这些年，她不过是学会了怎样面对挫折，用那些或优柔或勇敢的方式，一点点找回了最初的自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这里是于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